你想不想打造一个，就算你每天在办公室忙得团团转，甚至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都能自动帮你赚钱的财富系统？今天我们就要来做这件事。我们会把3位神级大师的智慧全部融合在一起，打造一套专为我们这种忙碌上班族设计的终极复利系统。我知道每天上班这么累，下班只想耍废，哪有时间跟精力去研究股票，整天盯盘呢？但心里又会焦虑，对不对？很渴望财务上能更安全、更自由。如果你也是这样想，那太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套系统，就是你的答案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蓝图。很简单，我们会先从最重要的3个核心观念开始，也就是心态、行动跟标的。然后呢，找到一个超完美的工具，把它们全部串起来。最后，我会给你一份超具体的行动计划，让你听完马上就能开始动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盖第一根柱子，这也是整个系统的地基——心态。我跟你说，所有能够成功的复利，它都不是从技术开始的，而是从一个强大的信念，一个懂得如何用10年为单位来思考的脑袋开始的。这句话真的超有智慧，但听起来有点悬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于你最终的财富目标，比如说30年后要退休，你要有像僧侣一样的耐心，完全不急。但是对于你今天该做的事，像是存钱、投入资金，你就要有工程师般的急迫感，现在、立刻、马上就做，1秒都不要拖。你可能会想，要有耐心，说的简单，但真的很难呐。每天看着户头没什么变化，心很痒哎。来，为了让你能够真正理解这种耐心，我跟你分享一个超棒的比喻，叫做竹子定律。它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没感觉，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时候。你看这张图是不是很神奇？竹子啊，它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，都在地底下默默的扎根，地面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动静。很多人真的就是在这个看不到成果的第4年，觉得没用啦，然后就把竹子给挖掉了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只要再撑一下下，到了第5年，它就会像火箭一样，在几周内长高到15公尺。你的财富也是一样，关键是你得撑过那个无聊的扎根期。好的，心态这个地基打稳了，我们来盖第2根柱子啊，行动。光有想法是没用的，对吧？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清晰而且有数据支持的执行计划，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。这句话真的太经典了，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但很真实的道理：持续的做，远比你试图抓到一个完美的时机点重要100倍。很多人都会想，我等股灾来了再 all in， 听起来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吗？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等待的成本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高。你没看错，就是97%，这个数字真的很吓人。它基本上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不要再做猜猜看哪里是低点的白日梦了，因为有将近100%的几率，你会输给那些根本不管市场涨跌，一有钱就投进去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等待的过程中，你错过了市场长期稳定向上的那个大趋势，那个代价才是最贵的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左边这个择时进场，根本就是在玩一个你几乎不可能赢的猜谜游戏，每天提心吊胆，搞得自己很焦虑。而右边这个自动化持续买进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期定额，它虽然很无聊，但是超级有效。它让我们用系统的纪律去战胜人性的情绪。对我们上班族来说，这绝对是最佳策略，没有之一。好了，心态有了，行动方案也有了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实际了。我们的钱到底要买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我们的第3根支柱——标的。这位布鲁斯·弗拉特，他可是管理着将近1兆美元资产的超级大咖。他的哲学我觉得超适合我们。他说，不要去追那些今天很红，明天可能就消失的热门题材，而是要去买那些听起来有点无聊，但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它就无法运作的骨干资产。那这些无聊但必要的资产到底是什么呢？他点出了未来30年全球资金会大量涌入的3大趋势。你看，数位化、去碳化、去全球化，
这背后代表的就是 AI 需要的资料中心跟半导体，我们需要的干净能源跟电网，还有全世界都需要的新工厂跟物流。这不是在赌哪一家公司会红，这是在投资整个世界转型的基础建设。OK， 到这里，我们3根最强的柱子都盖好了：生理的心态、工程师的行动，还有战略家的视野。那有没有一个工具可以把这3位大师的智慧完美的打包在一起呢？答案是有的。这个神奇的工具就是 ETF。你看这张表就一目了然了。ETF 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让我们可以买下一个趋势，而不是赌一家公司。比方说 AI 的大脑是半导体，对吧？你不用去猜哪一家晶片公司会是最后的赢家，你直接买一档像 SMH 这样的半导体 ETF， 等于把整个产业的龙头公司一次打包回家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所以关键就在这里，你发现了吗？ ETF 这个工具，它真的太神奇了。它完美的把前面3位大师的智慧全部结合在一起。它可以让你用纳瓦尔的耐心去长期持有，也超级适合用马足利的纪律去自动买进。同时，它还能让你拥有弗拉特的视野去布局整个产业。这简直就是为我们的系统量身打造的。好，理论我们都懂了。现在就是最重要、最热血的部分了，把知识变成你口袋里的钱。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一份超简单、超具体的行动蓝图。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券商 App 开始设定，就照着这5个步骤走。第一步，拜托千万不要跳过，先把半年的紧急预备金存好，放在银行就好。第二步，用大部分的钱，大概6到8成，买追踪大盘的 ETF， 这是你最稳的核心。第三步，再用剩下的小部分资金去布局我们刚刚说的未来趋势。然后第4步，这是魔法所在，把所有投资都设定成发薪日自动扣款，把你的意志力从这个游戏中完全移除。最后第5步呢，就去过你的生活，专心工作，好好加薪，那才是你财富成长最主要的引擎。好了，最后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那个竹子的比喻，要启动这个强大的复利系统，真的，你不需要等待什么完美的时机，不需要等股灾，也不用等你变成专家，它唯一需要的就是你今天就为自己种下那颗种子，然后给它时间，给它耐心。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竹子开始扎根了吗？